此刻的宋如玉已经想明白了眼下的局势，叶晨的实力远超自己，想脱身已是痴人说梦。而他虽然搞不懂叶晨到底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伪造出自己的视频，但他知道这视频天衣无缝，一旦曝光出去，自己的家人必死无疑。所以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配合叶晨，别牵连自己的家人。叶晨见他服软，便将手机收了起来，对他说道：从现在开始，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牵连你的家人，甚至你，或许我也能绕你一命，明白了吗？宋如玉连连点头，委屈又服从地说道：在下明白了。叶晨问他：你在右军都督府是什么职位，负责什么，向谁汇报？宋如玉回答道：在下是右军都督府6名佥事之一，没有具体负责的工作，一切听从原参将调遣。叶晨又问：原参将是谁，什么来头？宋如玉道：原参将是右军都督府的参将，官职仅次于大都督，负责所有驻地的运作管理，也负责大都督以及其家人的安全。说着，宋如玉又道：大都督名叫吴书同，右军都督府一切均由他来负责。叶晨点点头，继续问道：右军都督府的驻地在哪？宋如玉如实回答道：目前的驻地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叶晨又问：驻地防御情况如何？宋如玉道：驻地位于市中心，戒备十分森严。大都督本身就是修士，原参将更是实力仅次于4大伯爵的存在，而且驻地采用了金融级的安保建设，安全等级很高。叶晨问他：你们宋家是不是也在那不勒斯？宋如玉道：宋家这些年一直在法国，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无权得知右军都督府驻地的，只是在下有机会进入右军都督府，所以才会知道这些。叶晨皱眉问道：你所在的家族不是吴家的旁系家族吗？怎么连驻地的位置都无权得知？宋如玉叹了口气道：旁系家族本身是没有什么地位可言的，宋家几百年来都只是单方面听从吴家的指挥，他们让我们去哪，我们就去哪，从不过问缘由，更不能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说着，宋如玉又道：我们说是吴家的旁系家族，其实就是为吴家提供适婚女性的工具。家族内有子女出生，必须第一时间上报都督府，都督府有专门负责管理监视我们的部门，类似古代的宗人府，我们所有子嗣的信息都在他们那里，而且每半年要更新一次信息，甚至包括详尽的体检资料。年满16岁的女孩子就要面临婚配，只要吴家有人选中，吴家就会告知我们，然后他们就会在某个时间点过来把人接走。叶晨对吴家与旁系家族的关系十分好奇，于是便对他道：跟我详细讲一讲你们和吴家的关系，这个所谓的旁系家族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宋如玉沉默片刻，感叹道：说是旁系家族，其实不过就是专门为吴家男儿输送老婆而已了。说着，他便将宋家与吴家的渊源一五一十地告知了叶晨。叶晨还是第一次知道，吴家为了保守破亲会的秘密，竟然胁迫其他家族来帮助他们延续血脉，属实是闻所未闻。不过想想，吴家这种家族一直依附吴飞燕生存，掌握着破亲会最核心的秘密，这样的家族一方面要保守秘密，一方面又要延续血脉，除了这种邪恶的方式，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而且据宋如玉说，其实像宋家这样被捆绑起来的旁系家族，吴家至少有20余个。毕竟吴家几百年在吴飞燕的守护之下开枝散叶，这几百年间，有吴飞燕和他豢养的死士以及骁骑卫在，瘟疫、战争、天灾、人祸都不曾对吴家带来任何影响，所以吴家这几百年来人丁格外兴旺，寻常家族的繁衍速度就算坐火箭也根本赶不上吴家，所以他们这几百年来也一直在不断发展自己的旁系家族。从破亲会以5军都督府分化全球驻地开始，吴家人也被地理原因自然而然地分成了5个分支，
这5个分支在各自的地盘上发展繁衍，每一个分支都至少有3个旁系家族专门为其繁衍后代。其中，左军都督府和右军都督府的规模最大，这2个吴家分支的人数也最多，旁系家族也最多。以右军都督府为例，他们的旁系家族数量多达6个，是其中最多。而对宋家以及其他旁系家族的子女来说，嫁到吴家为人妻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吴家重要子嗣虽然都有丹药庇护，可长命100岁，但他们的妻子无权也没有资格得到任何丹药，甚至因为吴家秘密太多，嫁入吴家的女性生病了，基本全靠吴家自己的医生为其医治。要是得了癌症之类的重病，吴家自己根本没有这种医疗条件，而他们也不会舍得将吴飞燕赐予的丹药给外姓的女人，所以吴家的老婆人均寿命反而不长。叶晨听完介绍，心里对宋家这样的旁系家族也有了几分同情。片刻之后，他又问：那你现在可曾婚配？宋如玉摇摇头，暂时还没有。在下16岁的时候突破进了化境，自那时起，在下便不再是吴家婚配可选择的对象了。叶晨听得瞠目结舌，你16岁就突破进了化境？是。宋如玉点点头，确实是16岁。确切说，距离16岁生日还有不足半月。叶晨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从未听说过有什么样的天才能在16岁的时候就已经突破化境。武道可不是修士，修士悟道，掌握灵气之后，实力便一瞬间突飞猛进，等于是一站式直打。而武道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上去。所以化境高手虽然打不过刚刚悟道不久的修士，但走武道这条路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很多武道高手60岁都没能进入暗境，宋如玉16岁进化境，这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天才中的天才。